如果乌克兰他说的这个战争的转折点不能够出现的话，可能另外一个转折点就要出现了，就是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情况会不会就要纳入议事日程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乌克兰呢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是到了7月的中下旬这个俄乌冲突的转折点就要到来了。那么这个乌克兰方面所说的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呢，就是他最近呢动员了，他说是100万的这个后备役的军队和这个预备役的人员要能够上战场。他们上战场的同时呢，西方特别是北约峰会以后呢，答应给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武器装备，比如说美国的海马斯，比如说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还有一些武器装备乌克兰认为，我有了这么多的兵员，我又有了北约提供的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那我在战场上就可以把俄罗斯的军队打败，我就可以进行到这个转折点。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乌克兰所说的这个俄乌冲突的转折点马上就要到来了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但是在现实的战场上，我们却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情况，因为俄罗斯的军队他在陆地的战场上拿下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以后呢，本来普京总统说呢，这些部队可以休整了，休整一下之后呢，再执行下一阶段的军事任务。但是实际上，好多部队它并没有进入休整，而是继续的作战，特别是对哈尔科夫等一些地方继续攻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这里边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虽然俄军他在这个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和乌军打的是阵地战，打的是消耗战，打的是拉锯战，自己的这个伤亡很大，自己的这个损耗消耗也很大。但反过来看，那乌军也是同样如此对吧？乌军的消耗也很大，乌军的损失也很大呀。所以他借着就是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他取得战场上胜利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咱们说士气吧，接着就打这个新的地方。那可以说他是趁着就是对方也疲劳的时候，那就是拼谁能够坚持的时间更长，谁能够打的时间更长，取得更大的成果，也就是扩大它的这种战果。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北约它的峰会刚结束，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决定继续对俄罗斯施压，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特别是呢，芬兰和瑞典这2个中立国还加入了北约。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北约的北扩，再加上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这个时候俄罗斯垮下来，或者是说它倒下来，那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因为北约强大呀，那你俄罗斯不行所以呢，它在这个时候要在战场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才能回应北约峰会特别是我们看到呢，有些北约的国家呢已经在画问号，就是说现在给乌克兰提供了这么多武器装备、经济上的援助，它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到底能不能够打败俄罗斯它画问号。甚至传出来一些消息，是不是该调停了？是不是该坐到谈判桌上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像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土耳其已经在谈判从这个海上运输粮食的问题了，那起码也是有了这种谈判的接触，起码有了在这个粮食运输上的一些共识了吧？那这个对西方来说，他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逐步的随着这个战争消耗，那俄罗斯在消耗的同时，西方的欧盟、北约也在消耗所以这个战场上要不取得一些成果的话，恐怕就很难让他们再继续的那么坚定的给俄罗斯就是施加压力，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而且这个经费是相当高的呀。这个战争打1天，那武器装备的消耗和其他的这些物资的消耗都非常的高，特别是人员的这种消耗。但是我分析这个结果呢，就是虽然乌克兰说它马上就要到战争的转折点了，但是作为真正的作战呢，你不能光看这个人多，因为你真正的这个
能作战的人啊和不能作战的人呢，这个差距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参观英国的这个陆战旅的时候，它是拳头部队，它的淘汰率非常高。他们说他们这个陆战旅从来没有招满过，因为淘汰率太高了，所以很多人都被淘汰了，你总是不能满编。他说他们的部队上伊拉克战场的时候，没有大小便失禁的，没有这种就是吓出精神病来的，而一般的部队大概新兵里边有5%到15%的人大小便失禁，或者是战场上这种场面一看就不正常了。所以我说你现在乌克兰虽然征了100万的这个后备役，但是这些人征来，你别看他年轻力壮也好，或者是说能够拿得起武器也好，但是你到战场这个环境生与死的面前的时候，你还能够不能够正常的使用武器？你能够不能够进行这种团队的配合？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你一个人打游击啊，所以呢，我就说你这种部队，也就是100万的这种招来的临时的部队和正规军的10万军队，他这个作战能力可是不能划等号的呀。所以你现在虽然有一些武器装备，但是我看数量也不多，因为海马斯也就是那么4套新的，还有一些老的，加起来都不超过8套。你乌克兰这么大一个区域里边，就这么点武器装备，你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要画问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乌克兰讲的这个人员和他得到的武器装备，就能够形成一个反攻，就能够形成一个转折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点呢，你别看俄军他现在在打哈尔科夫等等一些地方，但是他的武器装备没有断呢，因为他的常规武器俄罗斯它是自己可以制造的，它现在这个补给线也在源源不断的就是往前线输送兵员和这个装备。尽管乌克兰也打了它的补给线，打了它的弹药库，但是它这个没有彻底的给它中断掉，所以这个俄军还是很能坚持的。它如果继续用这种蚕食式的逐步推进的这个战法，逐步的把你陆地上的哈尔科夫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拿下来，那你这个乌克兰的战局，也就是说你的转折点是很难到来的呀。那如果你这个转折点总是不能出现的话，那西方对你的支持是不是还能够那么大的力度？是不是还能够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都是要划问号了。所以我们说，在下一步，如果乌克兰他说的这个战争的转折点不能够出现的话，可能另外一个转折点就要出现了，就是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情况会不会就要纳入议事日程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